石旭，你爷爷临走前交代过，这酱房得守住啊。遣散费您先收下，剩下的我来琢磨办法。琢磨办法？陆大少爷，你拿什么琢磨？张大虎，离会日区还有半个月，你跑这儿来干嘛？半个月？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连本带利30万！你这破酱坊连根像样的料子都找不着，下个月你拿命还啊！不关你的事。哼，爽快点儿，把你陆家这块地的转让合同签了，这30万一笔勾销，我还倒贴你5万，够你回城里租个小屋种了。滚！陆家的地，死也不卖给做贴皮破烂的。行，有骨气。大厂回来的高材生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你这半个月能变出什么花样。镇上的材料商我都打过招呼了，我看谁敢给你供货。我们走。石迅啊，没料怎么接活啊？这酱房真要完了。周伯，您先歇着，我就算去翻库房的边角料，也要把下周那套竹圈仪凑出来交货。糟了，后山滑坡了，爷爷留下的最后几根香妃竹还在后头棚子里。我的竹子，我的竹子可千万别毁了！谁在底下？海蹄？不对，尾巴是短细的。竹鼠？这里怎么会有这么胖的野生竹鼠？别动了！别动，别动，我来救你。我不害你，别动啊！这谁缺德下的套？夹子都锈成这样了。别挣扎了，再动腿就废了。好了，出来了。竹子全没了。罢了，你好歹也是条性命。走，跟我回去。给我安顿点儿。我今天背30万的债都没掉眼泪，你再挠我，明早直接把你炖了喝汤。过来擦药，有点疼，忍着点儿。吃不吃？可以啊。这牙口啃土豆跟电钻似的。30万边角料，我拿什么翻身啊？爷爷，难道陆氏酱铺真要毁在我手上吗？行，算你还有点良心。睡吧，明天又是熬人的一天。进贼了！啊！你干嘛呢？可以啊，我昨天刚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。你今天就给我搞拆迁，是吧？那可是张大虎昨天坐过的椅子，虽说就是个垃圾贴皮货，里头好歹还有一根钢筋撑着啊。你这牙是金章石做的。算了，咬得好。我早就看这破椅子不顺眼了。瞧你这牙口这么厉害，以后就叫你凿牙仔吧。石旭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
周伯，您别急，怎么了？我一早就去镇上的材料市场，想给你讨点香妃竹凑那几把圈椅，结果镇上所有料厂的老板连门都不让我进。张大虎搞的鬼，可不是嘛！张大虎放话了，谁敢卖一根竹子给陆家竹坊，就是跟他大虎家具厂过不去。他还说你后山的棚子昨晚塌了，你现在连根烧火棍都掏不出来。下周吴老板那套2万块的竹圈椅，你交不上货，光违约金就能把你彻底压垮。竹子的事儿我来想辙，您先去把竹圈椅的图纸整理出来，只要有料，我3天就能赶出来。唉，全镇都给封杀了，上哪儿找竹料去啊？造孽啊！我就不信，爷爷干了一辈子竹匠，我就不信这么大一堆废料里挑不出几根能用的竹子。只要能凑够4把椅子的料，只要能凑够，全完了，全都不行了，都不行了。陆时勋，你真没用。怎么，你也来看我热闹？这儿没土豆，只有烂竹子。别瞎啃，小心拉肚子。啊！早牙仔，快出来，里头有蜈蚣！别吃了，那都烂透了，吃了要出事的，松口！等等，他不是在吃，他在啃废料。这怎么可能？红香妃，而且是顶级品相，整块布满天然云纹竹瓆，这是爷爷生前藏在边角料里的好东西，居然被你翻出来了。早牙仔，你哪是来拆家的？你简直是个长牙的顶级选料师啊！张大虎想封杀我，做他的白日梦去吧，也要让他瞧瞧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。请问是陆家竹坊吗？王站长，您可来了！我今早给您打的电话，就是这只昨晚暴雨滑坡从后山冲下来的，时序给它包扎过了。竹鼠，头回见到个头这么大成年鼠。陆时勋，你知不知道，野生动物不能私自在家里养，就算是你救的，走完程序也得马上移交给我们带回保护站。王站长，我绝对遵守规定，但您看他的右后腿被生锈的铁夹子夹伤了骨头。这会儿外头全镇都在下大雨，这状态硬要转移，我怕他应激反应。伤口处理的挺及时，还上了最好的消炎药。这小家伙护主的很，硬要带走确实容易出问题。野生动物临时救助监护牌，对，这就算持证上岗了。在他腿上完全养好，能够放归野外之前，由你负责他的日常起居。保护站每周会派兽医来复查。记住，他受动物保护法保护，出半点差错，我唯你是问。您放心，我在，他就在。太漂亮了，这纹路，简直像是把整片潇湘云霞都封进了竹身里。张大虎断了我的普通竹料，那我就用这块顶级品相的红香妃做一样他连看都看不明白的东西。顺着竹阳的天然纹路来，左边凸起的竹节做主茶盘，右边凹陷的竹纹顺势开出一道活水槽，不用钉子，全做暗榫拼接。那是你昨天啃出来的牙印缺口，你还不让我磨平？我去，这缺口！天才，你简直是个天才！这边缘我不动了，人力有进竣，天真本无痕，我就留着你寿凿圆边。
哟，小伙子，这市场可是卖好货的地方，你拿块破布包着普通破烂就来摆摊儿，交得起1000块一天的摊位费吗？我不卖破烂，我卖绝版货。这是顶级品相红香维，满带云霞般的竹摇大料啊！我去，这肌理，这纹路，顶级品相红香维啊！小伙子，你这怎么卖？2万卖不卖？2万，你买个腿还差不多。我出5万。小伙子，5万现金，现在就转账。不二价，50万。你这也太钻钱眼里了吧？料子确实少见，但你这边缘坑坑洼洼的，连个边儿都没修齐。哪个匠艺大师的手活这么糙？哼，这就是个残次品。你还没摸到真正的门槛，机器复刻的叫行活，心血打磨的叫艺术，而我这件东西是天工。好一个天工，说得好！不可思议，这纹路边缘绝不是刀削凿刻出来的，更不是打龟能做出来的。边缘的肌理断口，全顺着竹材材料本身的天然应力自然成型，浑然一体，半点人工雕琢的刻意感都没有。小伙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边缘是怎么弄出来的？孟老先生，我若说这并非匠人雕琢而成，是自然界的生灵啃涂出来的模样，您可信？好，好一个自然界的生灵，大道至简，天人合一。这件东西老朽要了。孟老，您别被这毛头小子骗了，50万买个坑坑洼洼的竹窑，不值得呀。 50万，这块顶级品色红香贝的料子本身就值30万，再加上这毫无匠气、浑然天成的功夫，别说50万，就是80万，搁行里的拍卖行也是抢着要的货。眼界如此局限，也敢轻言品评这等神品？小伙子，这里是50万，这茶盘归我了。 多谢孟老太。小伙子，既然你能驾驭这种天工之技，老朽手里有一块千年小叶紫檀阴沉木，放了快20年，全省没人敢下刀，跟块死炭没两样。你要是能把它完整繁活做出成品，这块料就白送你。老朽再加100万当酬劳，就算做坏了。 也不用你赔半毛钱，你敢不敢赌这一把？孟老，这货我陆氏酱社接了，明天把料子送到我院子里来。老头子，陆时训那臭小子呢？怎么知道今天凑不出钱，吓得连夜跑路了？张大虎。 还钱日子明明还有3天，你今天带这么多人来，算什么能耐？时训去省城了，他肯定会把钱带回来的。去省城，去要饭啊！全镇都没人卖给他料子，他拿什么换钱？老周，识相点儿，把地契交出来。这酱坊今天归老子了，兄弟们，给我搜！ 我看谁敢动陆氏酱坊一块砖！哟，陆大少爷回来了，怎么空手回来的？钱呢？没钱，今天就赶紧把转让合同签了，别逼我动手。这里是30万整，连本带利，一分不少。张大虎。 拿着你的东西，带着你这帮人从我陆氏江湖滚出去！这不可能！你哪来这么多钱？
你是不是去借高利贷了？全镇都没人卖给你料子。你这种只配做流水线贴皮破烂的井底之蛙，永远不会懂什么叫真正天工造物。听见没有？赶紧滚！哼，行，算你狠。陆时训，断了你的材料供应，我看你这破匠坊能撑多久？撤！时训，这到底啥情况？周伯，凿崖仔翻出来的那些香妃卖了50万，不光债还清了，我们还有一笔启动资金。陆少爷您好，孟老让我们送来的千年小叶紫檀的阴沉木到了，因为极重，我们需要动用吊机。哎呀，时序，这么金贵的宝贝，孟老就这么直接送过来了？孟老赌的是手艺人的本事，我赌的是这根木的气运。做成了，料子归我们；搞砸了，算他的。我的老天奶啊！这竟是千年小叶紫檀阴沉木，这料子在地下埋了上千年，早就玉化透了。时巡，这活可接不得呀！孟老出了100万的修复费，周伯，不破不立。这块硬骨头我们必须啃下来，陆氏才能真正在省城打响名头。实在太硬了，表层淡化层比石头还硬，内部又因为千年水浸，纤维纹理全乱了，强行切开，铁定碎成渣。难怪全省没人敢接这活，这压根儿就是个解不开的死局。怎么办？难不成陆氏匠坊刚喘过气，就要砸在这块硬石头上了吗？连切都切不动，还怎么做茶台啊？曹牙仔，你怎么睡在这儿？怎么弄得这么脏？等等，这是什么？这竟是啃出来的！不，绝不可能！燕尾心！曹牙仔，你居然在阴沉木上啃出了天然的燕尾暗损，最难开的口子你不光开妥了，连木头内部的胜利都给卸干净了。这下这块千年神木就再也不会因外力切割而崩裂了。大师，咱陆氏匠铺的首席大师，你可救了我的命。不能锯平，绝对不能锯平！我要留住这块千年阴沉木最本真、最粗粝的断裂面。这一个个被凿牙仔咬出来的凹槽，就跟远古巨兽留下的伤疤似的。好，既然这木头本身透着股死地后生的幽冥劲儿，那我就用最鲜活的料子去撞它。小叶紫檀料做主峰，黄花梨做云水台，黑与红相撞，生与死交融。石松，你疯了！阴之木搭黄花梨，这两种木料的密度和缩水率根本不一样，硬凑到一块儿，不出半年，铁定因热胀冷缩把榫头崩裂。周伯，要是按老规矩做止损，必断无疑。可您看，凿牙仔啃出来的这些槽口全是异形的，走马扫和燕尾暗耸，它们不锁死木材的胀缩余地，反倒像人的关节似的，容得下细微的滑动。这竟是这只耗子挑出来的！我的老天爷呀，这简直是鬼斧神工！石训，你这法子能行？
周伯，闭门谢客。从今天起，除了送饭的，谁也不准打搅我们。石训要合损了，半滴胶水都不许用，半颗铁钉都不能加，成败在此一举。活了，老祖宗的手艺在咱们陆家续上了。早牙仔，咱们成了。老大，真要动手啊！这桶里是虎哥找人配的黑死胶，粘的邪乎，还臭的离谱。只要泼上去，那木头就彻底废了。那味儿压根洗不掉啊！少啰嗦，赶紧破案走人！老大，我进去破，你在外头放风。陆时训，下辈子再当木匠去吧。谁在哪儿？站牢了，臭死了！救命啊！谁呀？周伯，开灯。是张大虎派你来的？陆少爷饶命，是虎哥让我们来泼黑胶的，快帮我弄开，我快憋死了！报警，周伯打电话，顺便跟警察说，带个防毒面罩过来。这味儿，张大虎可真下血本了。这笔账，明天省城大展上，我们再跟张大虎慢慢算。陆氏匠坊，没听过。你们展位在最偏的地区厕所边上，自己推过去吧，别挡着大启期的道儿。凭什么？我们明明1个月前就递了核心展区的申请。就凭你们陆氏匠坊，只配待在厕所边上闻味儿。张老板今天倒是人模狗样的，你手下的黄毛一身发酵的馊臭味，黑胶洗干净了吗？听说粘得太牢，连头发带眉毛全被剃成秃帽了吧？臭小子，算你运气好。不过你护住了那块破木头又有什么用？各位记者朋友都瞧瞧，这可是我们大虎家具厂砸了300万，请了10台最顶尖的德国5轴精雕设备，再加20个工人日夜倒班做出来的9龙8步床。这雕工，这排场，这次大展的金奖，我们公司稳拿了。张总这张9龙8步床一登场便惊艳全场，太气派了！张总，这龙雕得当真是分毫不差，每片鳞片都没半点差别。哈哈哈哈哈！哪像些快倒闭的破作坊，块烂树棍就敢来丢人现眼。陆时训，我劝你赶紧推着你的破烂滚回山里，免得待会儿评委过来瞧见你那堆垃圾，笑掉大牙。全是一样的鳞片，机器雕出来的死东西，半点木头的灵气都没有。张大虎，你这不叫艺术，纯粹是工业垃圾堆出来的。木头落你手里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臭小子，你瞎说什么？我这可是最顶尖的数控工艺，你那破布盖着的东西还能比我这强？有种你掀开来瞧瞧！这哪儿窜出来的野耗子？保安，保安哪儿去了？把这畜生给我撵出去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官方在册的救助动物，合法合规。
你碰他一下试试。快让开！评委会主席孟老来了，还有京城故宫博物院的古建修复绝家林院士也到了。孟老，林院士，您二位可算来了，快过来指导指导我们公司的九龙大床。大师，准备好了吗？今天，我们就让天下人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天工造物。林院士、孟老，您二位给长长眼，这可是我们的扛鼎之作。您看这龙鳞，这祥云，全是用最顶尖的德国5轴数控雕的，精度准到毫米级。这木料也是顶级的红酸茶，光成本就砸了300多万。料子是好料，机器也是好机器。可张老板，你这东西是死的。死的？林老，这龙雕的多威风啊，怎么会是死的呢？木头本是活的，有它的纹理、气息和脾性，可你用冰冷的刀头硬生生斩断了它的脉络，硬套上千篇一律的纹样。这算不上艺术，不过是工业材料的无灵魂堆砌。这床摆去高档酒店当摆设还行，可放在这代表顶尖手艺的天宫杯赛场，俗气，太俗气了。林老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讲的是效率和标准化，纯手工那套早就过时了，您可不能厚骨灭飞呀！哼，那小伙子人呢？我送去的那块千年阴沉木，难不成他没做出来？孟老，陆氏匠坊的人在最偏的角落位置，连盏正经的灯都没有。胡闹！那样的神作怎么能搁在那种地方？林老，走，我带您去看一件能让您惊掉下巴的东西。孟老、林院士，您二位来了。小子，你真把那块阴沉木给破开了！这半个月，老朽天天提心吊胆，就怕那块绝世好料给毁了。孟老，木头不是拿来切的，是拿来请的。你不光拼上了，还半滴胶水都没用到，半点缝隙都没有，连一张宣纸都插不进去，这是燕尾暗损。可在这么扭曲的天然断面上，怎么可能凿出这种随形就势的异形暗损？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这根本不是人力能算准的精度。大伙别上当，这算什么手艺？你们看阴沉木上的那些毛边，边缘坑坑洼洼的，分明是被什么野兽啃出来的。他就是拿一块烂木头搭一块被耗子啃过的废料，凑在一起忽悠人。哎呀，老林啊老林，你方才不是问这异形暗损是怎么凿出来的吗？我跟你说，不是人凿的，是这只带着官方救助牌的野生竹鼠，凭着天性循着木性一点点啃出来的。这小子就着竹鼠啃出的草眼，硬生生配出了黄花梨的笋头。人兽同工，顺合天道，凭着生灵的天性齿痕，完成这不可能的拼接。好一个枯木逢春，好一个举世无双的天工盗物！你懂什么？这些啃痕才是这件作品的灵魂，是他们让木头活了过来。和你那堆冷硬的机器雕器相比，你那300万的床，就是一堆不值钱的烧火棍。小子，老朽服了。当初说好的100万酬劳，回头我就让人打你账上。按当初的赌约，这成品如今全归你了。老朽今天厚着脸皮问一句，
这件枯木逢春，你愿意割爱吗？老朽愿意出价500万。孟老，这件枯木逢春我不卖，它会作为陆氏匠坊的镇场之宝，永远留在我爷爷的堂屋里。我要让全省的人都知道，只要人对自然心存敬畏，陆氏的古法木作就永远断不了传承。昨天大展刚散场，那些平日眼高于斗的收藏家和大老板，排着队要给咱们塞进金。光是敲定的高定订单，都排到3年后了。周伯，名片都收着，定金1分都不别收。咱们陆氏匠坊的规矩得立住，不接急单，不搞流水线。碰上不懂木料、不精重手艺的客户，开再多价也不接。对，绝不能坏了老祖宗的规矩。咱们现在腰杆硬了。哎呦，陆老板回来了！陆老板，我是老刘啊，给您送极品竹料来了，您尽管挑，先用料，后结账就行。哎，靠边，靠边！石训小子，我是李叔，你爷爷在世时最爱用我的料了。我今天拉了一整车上好的红檀老料，不要钱，全当给您贺喜了。昨天省城的新闻我们都看了，您那件茶盘简直是神仙手艺啊！现在倒知道送料子了。半个月前，张大虎放话封杀我们的时候，我挨家挨上门求你们，你们连半根边角料都不肯给，现在跑来献什么殷勤？各位老板，陆氏匠坊开门做生意，讲究的是和气生财。以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不过我陆时训选料的规矩，比我爷爷还要严。从今往后，凡是泡过化学药水的，以次冲好贴皮的料子，往陆氏匠坊送1块，以后就永远别想做我的生意。听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明白，绝对全是真材实料。陆老板，您放心就是。看来张大虎这回是真栽到家了。怎么回事？陆老板，您还不知道吗？昨天晚上，张大虎手下那黄毛被那臭烘烘的黑胶糊了满脸，在派出所里臭的都扛不住了。警察找了火圈才给他洗掉，连头发带眉毛全剃成了秃刨，皮都搓秃噜了一层。他熬不住这份罪，连夜全招了，说全是张大虎指使他去您那儿泼黑胶搞破坏的。哈哈哈，活该，善恶到头终有报。这事儿还没完呢。昨天展会上，林院士当众批了他那张9龙床，结果省里的质监局今儿一早就突击查了他的厂子。您猜怎么着？他那嘴上说的红酸富大床里头全是工业毒胶粘的劣质碎木料，甲醛超了几10倍。省城几家大投资方连夜撤了资，质检和税务部门一同进驻。金标家具厂这回算是彻底封停了，张大虎这辈子都得在里头踩缝纫机了。走吧，糟牙仔，那些烂人烂事都过去了，咱们回家开工。爷爷，您瞧见了吗？陆氏的招牌没倒，我们不光挺过来了，还让老祖宗的手艺承在省城扬了名。您放心，往后陆氏匠坊绝不会被资本牵着走，也不会被流水线磨没了根。我会守住这把刨刀，守住这方院子。老东家要是泉下有知，见你收了这么个零头的小徒弟，怕是做梦都能笑出声。行了，大功臣戏份演完了，牌子摘了吧，不用再装乖了。后院那堆上好的边角料，这会儿全归你当零嘴了。徐总，实在抱歉，不是我们匠坊拿架子，石旭师傅的规矩您是清楚的。这件百鸟朝风顶香柜，
木料还得再阴干3个月，手工雕花最快也得明年开春才能交货。您要是等不及，定金我们全额退给您。周老，您这说的哪里话？好饭不怕晚，好木料更得慢慢养。陆大师的手艺，别说等到明年开春，就是等上3年，我也乐意。这定金您务必收好了，我绝不催单。石训，你这小子，如今谱摆的比孟老还足。方才那位可是省里首富的弟弟，愣是被你晾在院里，喝了半个小时的高沫茶。周伯，规矩就是规矩，木头长上100年才成器，我们花1年半载细细打磨，这才叫敬畏。他要是连这点耐心都没有，这柜子进了他家，也是明珠暗度，是这么个理。对了，说起木料，石训，你觉不觉得近来咱们后院的废料堆有点蹊跷？怎么蹊跷了？不都是些做大件剩下来的边角料吗？哪算什么边角料啊！昨儿我特意留了节凤眼竹，虽说不大，但弄把小蛇扇肯定门体，市面上能卖好几千呢。结果今早一瞧，不见的不光是凤眼，前天做茶盘剩的那块黄桦梨木也不翼而飞了。咱们这深山老林的，别是闯来什么识货的飞贼吧？飞贼倒谈不上，家贼倒是有一个。周伯，早牙仔呢？早饭时就没见他踪影。哎呦，那小祖宗吃完早饭就叼着块红薯往后山溪谷窜去了，难不成？走，周伯，咱们去后山瞧瞧。这位陆氏将府首席大工头，最近到底背着我们古岛什么大工程？石训，这什么情况？咱们的料子全垒着呢。啊！我的老天爷！好家伙，凿牙仔，你偷我上等料子，原来是拿来盖大白子娶媳妇儿了。造孽呀！败家玩意儿！那件梅露竹，我本来打算做个毛笔杆的，那紫竹还能开出一串手串，全让这小兔崽子拿去垒罢了。这一座堡垒拆下来，能换省城一套大平层啊！石训，快去把它拆了，收回来还能用。周伯，别较真了。难道算了？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呀！他就是个混小子，哪懂什么香妃不香妃的？在他眼里，这就是堆烂竹子。周伯，您说的没错，在他眼里，香妃竹和路边的青竹没两样。倒回几百年前，这些竹子还在深山里长着的时候，在大自然眼里，它们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吗？是我们人类用钱财给这些木头定下了所谓的价值，就为了这些价值，张大虎去伐树，去造假，去争抢。可说穿了，这些木头本就是大自然的物件，打林子里来，如今被凿牙仔以他独有的方式安放在后山的土穴与木巢之中。山风拂过木身，潮气滋养着木纹，小虫躲在木料缝隙里栖身。竹鼠一族靠着这些木料搭建巢穴，安稳度日。周伯，这难道不是这些木头最好也最契合天性的归宿吗？我们雕刻的是死物，而凿牙仔他雕刻的是生生不息的循环啊。唉，行吧，你这个当东家的都不心疼，我个老头子心疼什么？就当咱们陆氏匠坊给这位大工头发了安家费了。不过以后库房的门我得换把大锁，绝不能再让他进去偷那几块沉香了。老祖宗的榫卯锁住的是木头的形貌，而对万物生灵的敬畏留住的才是手艺的灵魂。明天又是陆氏匠坊开工的好日子。